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有年入几百万，没有豪车别墅，请你耐下性子来把这个视频看完。人生一共有4个陷阱需要你去避免。第一，教育陷阱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，你在学校里面寒窗苦读10几年的教育，学习了10几年的技能，但其实他从来都没有教过你怎么赚钱。你以为大学毕业证给你找到了工作，让你拿到了一份不错的收入，但这是在教你赚钱吗？你所学的很多都是在教你怎么去做工作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每天学习10个小时的经历，但是呢，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开一门课去教你怎么当老板。当你踏入社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钱人才能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得更好。说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发现了盲点？但是这个社会呢，却并不需要那么多富人，它需要每个人都去发挥自己的零件功能，去支撑整个社会稳定的向前发展。这个世界上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，只能支持少数人富裕。如果所有人都富裕了，那最底层的劳动者将会成为最稀缺的资源，社会的金字塔就会坍塌。如果你想摆脱这种困境，我劝你可以多看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知识，了解这个社会的资本运行规律，哪怕不去当老板，也可以保护自己，不会成为资本的傀儡。第二，工资陷阱。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觉得月入2万的人富有吗？月入5万呢？相信这个收入啊会让你觉得很高，但是你仔细去想想，假设你一个月赚5万块钱，在大城市去除掉房租、吃饭、交通等这些必要的开支，你一个月大概也就能攒下3万块钱。你也许会觉得3万不少了，但是你冷静想一想，一个月3万，一年攒36万，10年攒360万，连利息都算上，你在大城市买房也需要很多年的时间，而且你还要保证在这期间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，也不会被公司辞退。所以接下来我说的这句话是非常的现实，也很残忍，只要你还是打工人，你就很难大富大贵。我并不是宣扬这个教育无用论，我只是在告诉你，用学历去换工资终究是有一个上限的，而且打工人的思维永远都是线性的，他们的算法永远都是1个月攒5000呢，10个月能攒5万。然而这种算法之下的财富积累必然是非常的缓慢，真正赚钱的人，他们的财富积累的方式往往都是指数爆炸的形式，他也许几年的时间都没有赚到钱，但在最后的1年就赚到了几百万上千万。而且最让人感到无语的是，打工这件事，它会占据你大多数的时间，让你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。当你一天的时间都被打工这件事而充满以后，你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投资创业，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打工生活。第3个陷阱叫做1万小时定律陷阱。我周围有很多的年轻人每天加班都非常的辛苦，很多人连续多少个周末都放弃休息，之后还会拍个照发个朋友圈，看起来鸡血满满，十分励志。但这部分人这种努力是为老板打工，这时候呢，不要说1万小时，就是你努力8万小时，绝大多数人也很难达到靠这项技能暴富的水平，而且他们根本就无法进入行业的核心圈子和资源当中。所以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，一个人的命运当然是要靠个人的奋斗，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。工作的确没有高低贵贱，但收入水平却有天壤之别，选择大于努力，这才是真相。陷阱4，懂王陷阱。在接触过很多穷人和富人之后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，每当我在向他们讲述一件相同的事情的时候，穷人总是最快去反驳我，反倒是富人，他会选择耐心听完以后再做补充或者赞赏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即便我讲的内容和赚钱相关，富人的反应也是如此。按理说不应该啊，那些穷人根本没有赚过很多钱，对真实的赚钱一无所知，他们怎么会如此自信地打断我，还大言不惭地教育我呢？后来我才明白了，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，他们才会不知敬畏，也正是因为他们不知敬畏，所以他们才会一直都不懂。他们谈到和赚钱有关的话题，就以为自己缺一个机会和一点运气，这种态度导致他们永远都无法虚心学习和倾听，也导致他们无法进步。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没有做过管理的人总觉得领导都是笨蛋，但其实你让他带领公司举办一项活动，策划项目、组织纪律、活跃气氛等，其实他们一个都做不到。他们对复杂的人性一无所知，却不愿意去学习和接受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在正常的学生生涯的教育当中，压根没有教过赚钱。在这种底子差的情况下，如果你还总觉得自己多么的厉害，
不去虚心学习和请教，是不是有点飘了？最后，如果你想脱离现状，那你就必须要去思考，有什么能力是你感兴趣的，而且是有一定天赋的。训练实践几年之后，你能靠它赚到钱。如果找到了这个能力，那么你要潜心去学习，去实战，去打磨，去应用，熬上10000个小时，它一定会给你非常满意的回报。等到什么时候你也找到正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时刻，这时候你持续投入10000个小时，你会发现人生从此变得轻松起来。更多财富知识请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变富。